2013年，济南小清河边出现了一具赤裸的女尸，被人发现时，女尸已经呈现出了恐怖的巨人观景象，身体各处也布满了伤痕。在女尸的私处，法医还发现了大量的精斑，她竟是被人先侵犯后杀害。后来警方经过大量的调查，好不容易才确定了凶手，但既然离奇的发现凶手早就被人注销了，户口是一个死人，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我们来讲济南小清河女尸案。2013年1月25日，一名环卫工人在清理河道时，勾到一个绑着蛇皮袋的小推车，袋子里沉重鼓胀。他小心翼翼打开后，赫然发现一具被床单包裹、浸泡的发白的长发女尸，当即瘫倒在地并报警。警方迅速赶赴现场，法医鉴定显示，被害女子死亡时间约4周，死因是大动脉失血过多，生前曾遭锐器伤害。可棘手的是，遗体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，面部因长时间浸泡早已面目全非，精斑比对也未找到匹配嫌疑人，案件调查陷入僵局。警方转换思路，决定从抛尸地点寻找突破口。结合遗体腐烂程度与水流速度，警方判断小清河彩虹桥附近并非第一抛尸现场。小清河贯穿济南城区，案发地周边支流密布，遗体漂流方向难以确定。为精准定位抛尸点，警方用与遗体重量相近的物体，结合水文资料反复进行漂浮实验，最终锁定抛尸点就在距离彩虹桥200米处。线索中断，警方再次将目光聚焦遗体。勘查中发现，死者左耳有3个耳洞，脚趾甲涂着多种颜色的指甲油，头发染成棕红色，且是独特的便捷发。这种发型在歌舞厅、洗脚城等娱乐场所从业者中较为常见。据此，警方对彩虹桥附近的娱乐场所展开密集走访。一家歌厅经理称，员工王小玲已2个多月没来上班，大家都以为她回老家结婚，并未在意。同事还透露，王小玲曾住在彩虹桥一家手机店的2楼。同时，警方在失踪人员报告中查到，王小玲的表哥曾在2012年12月底报案。警方迅速联系王家，采集血液样本进行 DNA 比对，最终确认被害者正是王小玲。循着线索，警方来到王小玲生前租住的自建房。这栋楼的1楼是手机店，2楼由房东赵海石隔成6个出租屋。面对询问，赵海石支支吾吾，坚称王小玲没在这里住过，房间住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。但工友十分肯定王小玲的住处，赵海石的反常表现和阻挠勘查的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在警方的强硬要求下，赵海石被迫打开房门，屋内被褥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，不像是空置的样子。警方仔细搜查，在床头与柜子间的墙上发现一片形状怪异的墨迹，墙角还有零星血迹。掀开床板后，地面竟有更大面积的墨迹。经化验，墙上血迹正是王小玲的。警方断定此处就是案发第一现场，房东赵海石也被列为头号嫌疑人。然而 DNA 检测结果显示，王小玲体内的精斑并非赵海石所留，案件再次陷入停滞。就在此时，赵海石提供的一条信息带来转机。他说，王小玲隔壁的205房间曾住过一男一女，登记入住的女子叫吴萍萍，江西南昌人，同行男子约30多岁，未做登记。2012年12月中旬，也就是王小玲失踪后，这2人便搬走了。警方找到吴萍萍核实情况，她却矢口否认与男子同住，坚称房间只有自己一人。但结合多方证人证词，警方确定205房间确实是2人共同居住。在确凿证据面前，吴萍萍沉默许久，终于吐露一个惊天秘密，与她同住的男子竟是她的姑父陈林贵，2人是违背伦理的情人关系。吴萍萍交代，陈林贵为了和她在一起，特意从南昌来到济南，2人为掩人耳目，对外只称吴萍萍独居。直到王小玲出事后不久，陈林贵突然提出分手，称2人的关系是孽缘，随后便独自返回老家。为核实吴萍萍的说法，济南警方委托南昌警方调查陈林贵的身份，可查询结果令人震惊，户籍系统中根本没有陈林贵的信息。扩大搜索范围后，才在注销户籍栏里找到他的名字。注销原因显示，他已于2012年5月因病去世，一个死人竟成了杀人嫌犯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专案组立即派员赶赴南昌深入调查，真相很快水落石出。陈林贵1980年出生于南昌，名牌大学博士毕业，本该前途光明，却因心高气盛屡屡碰壁。毕业后一直游手好闲，全靠妻子经营店铺支撑家用。长期的生活压力和夫妻间的矛盾让陈林贵心生厌倦，而侄女吴萍萍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慰藉，2人暗生情愫，冲破了道德的底线。2012年初，陈林贵为彻底摆脱妻子，伪造了身患绝症的假象，留下遗书后离家出走，实则是去济南投奔吴萍萍。
妻子苦寻半年无果，悲痛之下到派出所申报失踪，最终注销了陈林贵的户籍。没想到2012年12月，消失近1年的陈林贵突然回到南昌老家，他神色恍惚，对自己的行踪含糊其辞。掌握这一线索后，专案组联合当地警方迅速抓捕陈林贵。DNA 比对结果显示，他的基因与王小玲体内的精斑完全吻合，凶手身份就此锁定。面对铁证，陈林贵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他交代，与吴萍萍在济南同居的日子里，他整日无所事事，便开始观察邻居。隔壁的王小玲年轻时髦，作息日夜颠倒，显然是娱乐场所从业者，这让他滋生了邪恶的念头。2012年11月28日，趁吴萍萍外出，王小玲在家补觉，陈林贵从窗户潜入其房间，对睡梦中的王小玲实施侵犯。王小玲惊醒后奋力反抗，却因力量悬殊难以挣脱。为掩盖罪行，陈林贵残忍地杀害了王小玲，随后购买墨汁掩盖墙上的血迹，用床单包裹遗体，趁夜色将其抛至小清河。作案后，陈林贵仓皇与吴萍萍分手，逃回南昌老家。得知妻子已为自己注销户口时，他非但没有恼怒，反而窃喜，认为死人的身份能让他逃避法律的制裁，还阻止妻子为自己恢复户籍。可他机关算尽，终究没能逃过警方的追查。2014年12月21日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陈林贵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与强奸罪判处的有期徒刑5年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限制减刑。缓刑期间，因陈林贵在狱中表现良好，认罪态度诚恳，被改判为无期徒刑。这一判决结果引发诸多争议，不少人认为如此恶劣的罪行，唯有死刑才能告慰逝者的冤魂。但判决已成定局，陈林贵终将在监狱里用余生为自己的罪恶赎罪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任何妄图挑战法律底线的人都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。